好。其实这几天都有出去骑行啊，只不过没有拍视频，因为骑来骑去呢都是一些熟悉的线路啊，想着大家也没什么兴趣，我也觉得枯燥乏味啊。但今天呢，过了几天以后，还是想骑到村外去。虽然以前也都去过的一些地方啊，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就觉得应该再去重访一下，顺便呢也看看以前骑过那些地方，当然也包括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现在的样子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好，现在呢准备出村去。现在呢刚出村呢，右侧呢就是祈福英语实验学校，而马路对面我的左侧呢就是缤纷汇1期的商业街区，当然上面也是住得满满的居民楼。右侧呢就是祈福集团的办公大楼。这边呢就是23号线的，是市广路地铁站。昨天我还从这边坐地铁出来过，我是从显村那边搭的18号地铁，到了番禺广场，再转拨到22号线，非常快捷啊。现在骑行在市广路上，这条马路呢，随着23号线市广路站的开通啊，修建得非常的漂亮。现在呢，来到了东义路上啊，进入了金山谷社区。好像有一阵子没有骑这条林荫路了。经过加拿大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啊，不巧赶上了正好学校放学，门口是水泄不通啊。好不容易过了这段路，继续向前骑行。等一会儿呢，还是打算从榄塘村里面去到丹山河必道，然后呢再拐向番禺儿童公园那个方向，看看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新奇的路可以骑行一下。
好久没进懒塘村了啊，再往村里骑一段。哟，今天村头啊，在这个大祠堂门前又要开宴席了。你看啊，这边农民啊，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活动啊，不知道是他家族的还是他们这个村里的活动。摆了很多围的桌子，准备畅饮了。中国人呢，就是人情社会啊，而且讲究血脉亲情。如果说是一个祖宗的啊，就在农村地区啊，他们共享一个大祠堂，会以这个作为一种纽带啊，绑定血亲们的这些利益，然后时不时呢也会进行一些活动，可能也会推举一位族长，等于说是这个大家族的一个领导者啊，来对重大的一些家务事做出一些评判和决定。就这样呢，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他们的血脉文化。现在从懒塘村另外一个门骑出来，骑上这条丹山河碧道，借这一条碧道呢骑行一段啊。其实有段时间没来了啊，你看右侧这些风铃木啊，这些花虽然已经远飞盛开似的壮观了啊，但是还留了一些花瓣。春天来临了啊，不仅是道路两旁的这些树叶，就连河岸边上的那种绿草呢，也都变绿了，一派生机盎然的样子啊。我住的祈福新村周围呢，有很多可以骑行或者散步的这种绿地、绿道啊，也称之为碧道。所以呢，并不会每天重复同一条道路啊。过段时间呢，就变换一些风景，就会让心情呢更加的愉悦。而季节的变换呢，也会让这些曾经骑行过的马路、绿道呢，有些不同的景象，或者看到四季的变换啊，让人感受到自然界生机盎然。
右侧是江南新村，但是一看就是60、70年代建的房子了。经过一个街口啊，现在继续往儿童公园的方向骑行。这些路呢，以前都骑过不止一回了，所以也没什么特别可以介绍的，就是享受一下骑行的乐趣。左侧呢有一个叫番禺演艺科技文化产业园，有时候难以理解，就一个乡下地方跟这种演艺事业怎么挂上钩的，但它又是确确实实存在在那里的，想必呢也是已经形成了产业化的一条生产链。我看到前面有东沙村一个警务室，那想必这边呢已经叫东沙村了，从左边村来到了东沙村。右侧就是星海青少年宫番禺儿童公园，我去过很多次了，我今天就不进去骑行了。前方的高架路呢，就是番禺大道上面的高架路。以前好像我只骑到这边为止，但我今天要穿过这个高架路，继续骑向前去。现在我骑过了番禺大道，看看前面能去向何方。右侧呢，应该是一个动漫天地了，都是动漫制作或者是销售之类的产业园吧。突然发现我的右侧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牌坊，其实是一个农村的入口，叫蔡山村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牌坊，有点金碧辉煌的感觉。但是呢，我并不是要到这个村里去寻访，只是在它边上走一段而已。
这边呢一看就是乡村地区的商业模式啊，这种带有乡村风的比较淳朴的商业店铺啊。从迎新东路啊，我看到一个牌子叫第一环村路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条马路改了名字了。到了这边呢，就是更像农村地带了，面对的都是田野的春季啊，我看到很多的田地啊都被升翻之后啊，要春种，不知道种什么样的植物啊。虽然呢是一片农村地带，但是马路边上呢却停满了车。刚刚看到边上有叫什么什么花场的，应该也是一片花田，想必这边呢还是延续着种花的传统。马路边上呢也摆了一些水果在卖，这个芒果看上去不错，不像是本地产的。现在呢，我从第一环村路上啊左转到环水街，也是一条农村样貌的小路。因为我在地图上呢看到那边有一个旧水坑，一个什么公园，打算骑到这个公园门前去看看啊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园。左侧呢是一个钓鱼场，这边这种鱼塘、钓鱼场不少，也是这里传统的一种农村经济的形式。旧水坑体能锻炼中心，应该跟公园有点关系啊。这个体育公园，想必呢这应该是对面了啊。
我的右侧呢是广州市番禺区旧水坑小学，旧水坑应该是一个村庄吧。现在我掉了头呢，准备到旧水坑这个体育公园里面去转转。我看到这个公园里面还是长满着大树，像一片森林。这边呢就是旧水坑体能锻炼中心，还有一个中印足球场。这就是一个公园啊，建在一片山坡上，还是挺不错的。但可能就是突出于体育锻炼吧。现在骑进了这个公园，看到有些树还开着一些漂亮的花。看到左侧呢也有一个小湖，湖的对面呢就是一些农民的房子。就这个湖呢可以称之为大1号的池塘，就在村边。而这头呢实际上是一片山坡地，种了很多的树，主要应该还是以榕树为主吧。这里呢其实就骑到人家村里面来了，看来也在修建一些便民的休闲的设施。看来不少的工程还没有完工呢，我就进到村里面去随意的骑一下吧。看看眼前这些农民的住宅，感觉居住环境也不算太差啊。有些楼呢已经被置换成一些高层公寓了。这也是第一次骑到这个村里来，你可以看到这边乱停的车上面被贴着很多次的这种警告信。很多车的车牌呢都不是本地的，
我看从四川、贵州、广西等等啊，还有湖北，看来外来人口不少的一个村庄。转了个圈呢，又好像回到了原地了。现在我继续往村里再去骑一段。这里呢，就是村民的公园了啊，有一些小孩的游乐场，也有很多凳子可以坐。虽然这个公园显得有点陈旧了，但是呢，还是不失为一片大家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、闲聊的地方。看来这个公园还真不小了，应该是一块坡地啊，可能以前觉得没什么用处，就把它变成一个公园了。我刚刚好像是从这条路骑过来的。这边呢还在修建公园，这边有个很漂亮的长廊啊，还没有揭幕，还不知道写的是啥。透过这个红布呢，可以看到原来是电动车的充电站啊。你看这里面画了一个个格子，因为现在啊，这个充电啊，那些劣质的电池很可怕，有时候把这个电池拿到家去充电呢，会引起火灾啊。以前有很多地方报道了这样的事，所以现在在这种空旷地方呢，就搞一些充电的场所，让那些有电单车的人呢，可以在这种地方充电，就可以避免火灾。我的左侧呢是一个湖，很漂亮的啊。等一会儿看再兜过来，我先往前走一下看看。虽然这个公园里面啊，铺设道路就是一般的水泥，但是做了很多的石凳啊，有石桌子，很多人可以在这边玩牌啊。这边有更大的一片村民休息的地方，但是我看到的呢，是一个琉璃瓦的建筑啊，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所在，准备走进去看看。
你看啊，这边有多少村民在这边休息、打牌、下棋，干他们喜欢干的事。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他们的一个村头公园啊。旧水坑榕树公园，这个公园占地320亩，做了一些文化方面的一种设计，相当不错。原来还有一个叫北地广场的，想必就是一条商业街了吧？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，真是曲径通幽啊。这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。正信乡村啊，这样的口号到处都是。现在呢，骑到村外就是一条农村的商业街，我们也骑到商业街里面去看看。看来这条商业街还不短呢，我先到这边来看一看。这里写着旧水坑美丽乡村。还有一个旧水坑裕丰酒堂，酒堂什么意思呢？酒店的意思吗？还是餐馆吗？看来这片区域还不小呢。原来这是一个古庙，北地古庙。古庙门前呢是这么一个广场，叫北地广场。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农民呢还是会保留一些淳朴的信仰，像这种庙宇啊、道观啊等等啊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。不管怎么说呢，还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乡村。看得出来啊，有这些幼儿园、学校，也有政府管理的部门，也有市场，甚至还有庙宇，还有村民的休闲场所等等啊。我觉得都还不错啊。虽然你说不上这个村庄有多么的美丽啊，但是呢，应该说还是相当的有生活味道、有烟火气的地方。我又转进了这边呢，我是看到有个祠堂一样的建筑啊，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建筑。
旧水康村南芝堂，是一个老年康乐活动中心啊，或者说是老人院吧，还不错。这边的一条小路啊，这是原汁原味的老街了，村中老街。哇，湖南18巷，湖南坊17巷啊，应该这个是以前的名字了。虽然呢，很多低矮的村屋啊，也被翻建成比较高的2、3层、30层的楼房，但是还是依稀可以看得出来啊，以前老街的一种风貌。湖南坊10巷。还是可以依稀看到以前的这种街巷的模样啊。原来呢我已经来到了北帝庙啊，叫北极殿，这应该就是这个大殿啊，但不知道供的是哪一尊菩萨。这个应该都是庙宇的一些建筑了，挺有意思的。居然来到了这个里面，边上的这条小街呢，叫湖南坊7巷。好，我从这条幽暗的街道切出去。出来呢，对面就是北帝广场。第2次又骑行到了这条街上啊，现在我们向它拜拜了，准备骑到大马路上往回家的方向骑行了。村庄的布局呢，看上去有些凌乱啊，好像很随意的建一些房，开辟了一些马路，房子呢也是奇形怪状啊，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愿。但是呢，农村地带嘛，它就是这样，也不可能布置的那么井然有序啊。现在我向大马路方向骑行，看到这个村呢有个很高大上的大门呢，到前面去看看。我们这个就是旧水坑村。